你再说一遍。我们在郊外发现了他的尸体。死了？白浩那小子呢？手下不知。齐儿，此事莫再插手。明日就是祖祭盛典，我会在外围设伏除掉白浩，你只管专心准备，问答环节绝不能出差错。夫人不必为大公子忧心，白家谁人不知，这祖祭是族长特意为大公子铺路的。便是有点心思的五小姐，也不过是个陪衬，更别说那上不得台面的庶子了。祖祭盛典向来是年轻弟子崭露头角最重要的场合，大公子有麒麟之才，小弟提前贺您夺魁了。恭贺麒麟子！诸位过奖，大家公平竞争，都有机会的。白家麒麟子岂是那庶子能逾越的？这不听说祖祭会请执行堂、执法堂2位大族老全程见证吗？直接吓得不敢来了。胆小鬼一个！切，就这场面，很一般嘛，连开宗大典一半也比不上。白浩居然来了，庶子还敢踏入这种场合，也不怕丢人？他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？夫人，派出去暗杀他的死士，君毙命了。一群废物！你怎么不听劝，还是来了？你来了，又能改变什么？我就来长长见识嘛，嫣儿别担心，我不主动招惹他们就是了。肃静！今日乃是为我白族子弟开启祖地试炼前的祭祖盛典。我白家立足数千年，繁盛至今，以无数奇珍为底蕴，收藏祖地之内，成为白家后人安身立命之根基。依照传统，为感念先祖，本次进入祖地试炼的10位俊杰，需论答修行之题，以向先祖展露白家当代俊杰风采。恭请先祖垂听。本次祭祖，由老夫来为诸位出题。诸位皆知，炼灵乃我蛮皇根基。今日只有1题，请诸位作答。如果这片羽毛炼灵30次，将会如何？传说中炼灵的极致就是30次啊，但时至今日也未有人亲眼见证，这该如何作答？啊！太巧了吧！这道题不就是……此事无定论。哪位俊杰敢为人先？我来。晚辈觉得应该会变成一把羽扇，掀起狂风骤雨。不对，应该是有飞天之力，能带人翱翔宇宙天地间。很好，所有视线聚集在此，办事时机已到。水分身，勘察地图路线，必须确保事成之后能以最快速度混入聚会城，改头换面，藏身人海。木分身，探查白家阵法，以保当日逃脱无阻。通天法眼，镇兽体内魂力如此磅礴，支撑区区验身禁制过于大材小用。这阵恐怕没有表面这么简单，只是摸清白家底牌的时机，要看火分身的进度了。但若这便是尽头，炼灵又岂能成为我蛮荒体系之根本？所以以晚辈之见，30次后不说必定，也有80%把握。此语可以化身万有之神，凤舞9天。凤舞9天，用炼灵创造生命，这太敢想了。乌儿胜得漂亮。不愧是我白家麒麟子，这份气魄
独吞山河。大族老过誉了，三弟身为三榜魁首，答案想必更加出众。晚辈也想听听三弟的高见。凭他一个庶子的见识，能答出什么？哗众取宠吧。三弟不必顾及身份，有碰撞才有提升嘛。兄长大度，那我也就浅谈一下。凤舞9天确实有点道理，只是这个深度实在是，那依你之见，一语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世界的答案。执着于这片天地是如何形成，我们是如何存在，炼灵的根源在何处，尽头又在何方，却从不曾设想天外是否有天，人外是否有人。我们是世界，也亦非世界；世界包罗万象，也亦是万象。一语可见3000大世界，世界可修100千万化身。为何无人见过炼灵的终极？只因任何存在炼灵30次后，都会超脱形的束缚，最终成为一方世界。晚辈答完了。一语一世界，妙，妙啊！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麒麟之才。大族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和我相提并论？想打人，那就吃点苦头吧。这小子头是石头做的吗？住手！怎么会这样？他只是个庶子。先祖灵前，不得放肆！老祖，我白浩可什么都没有做呀。不是你的错。小样儿，还想跟你白爷爷玩？你们苦苦追寻的答案，我早就在造宫见识过啦。白浩的回答，这是老夫听到的最无法衡量，但也是最让人心服口服的答案，称得上人中麒麟。我才是麒麟，我是白家唯一的麒麟子。一个见识浅薄的庶子，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阔论？一定是不知从哪里偷来的答案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，彻查！夫人饶命，我原本是想按您的吩咐守拙，实在是大哥盛情难却才。守拙？小贱种说什么疯话？还不快堵上他的嘴！夫人，给我去呀！蔡夫人，难道要质疑大族老的判断吗？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智慧我？这是我白家祭祖盛典，莫非蔡夫人还要动我不成？我夫为族长，儿是嫡长子，别说动你，就是整个白家，也得听我的。够了！祭祖失仪，还不滚回去思过？哈，跟我斗？来人，送夫人回房。谁敢动我？吉儿贵有武功蔡家和白家血脉，你们现在却让一个贱种踩到他头上。白家答应，我蔡家也不答应。我走。蔡氏神志不清，立刻羁押房内，不得外出。祭祖就此结束，诸位请回吧。白浩，
你随我来。好孩子，改日再找你长谈。去吧。白皓。你我父子多年未曾这般相处过了。这是你小时居住的地方，多年没来，你是不是都忘了？蔡夫人的事，你就不用管了，我来处理。倒是你，为何一改往日懦弱，大展身手？父亲，我想证明自己，得到您的认可。就只是这样吗？这些年你鲜少亲近我，今日盛典，我才知有多疏于对你的关注，忽略你，居然生了僭越之心。究竟是本就有狼子野心，还是这张皮下早已换了人？他在探查我，幸好这面具大成之下都不可识破。果然是血脉卑劣的贱种，心思藏得够深。和你娘那个贱人一样，靠着这副无害的样子，妄图迷惑我，迷惑白家。只恨当年心慈手软，念你有白家血脉，没将你同那贱婢一样溺死井中。既然这么多年都没懂顺从克活、忤逆则死的道理，就别怪本族长亲手替白家拨乱反正。